大家好，我是来越南1个月就找到女朋友的大山啊。今天我非常开心呀，原因就是昨天星期日，我和越南女朋友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去了，去北宁电影院看电影去了，非常开心呀，相当于一次完美的约会啊。我讲讲啊，就是昨天周日嘛，没有上班，然后下午我们就约着去看电影啊，然后我们去超市买了很多零食啊，然后打车去了电影院，然后晚上6点钟看的这个电影，看的是一个韩国片，韩国电影。我发现韩国电影在越南还很多的啊，这个电影是一个大片，是一个科技大片，什么怪兽啊，有古装啊、现代呀，还有科技呀相结合的，非常刺激的一个韩国电影。观众都是韩国人呀，绝大多数都是韩国人呀。看了大概1个多小时啊。那是他第一次看电影啊。我问他有没有来过电影院，他说没来过啊。他30多岁了都没有看过电影啊，看来他很可怜啊。我非常同情他。像我30岁，我都看过几十次、上百次电影了，他一次没看过，真的是不知道他说的真话假话。反正我感觉，能让他看一次电影，我也挺开心的。然后看完电影，我们就去那个中国街，就是北宁的中国街，吃了那个中国菜，但是我点的中国菜他不是很喜欢，因为我让他选吧，他也不会选啊，他不会选，我只有自己选了，我选了他又不喜欢，结果吃的很不开心啊，点了3个菜，花了150，结果还没有吃完，我就走了。虽然昨天一天花了400块钱，但是吃饭让他很不开心啊。他回来的时候也没有那个笑容啊，我感觉很伤心啊。万一过2天他和我分手怎么办？我很担忧啊，因为我感觉我这个感情啊岌岌可危啊，随时都有可能分手的这个节奏啊，我很害怕呀。感情没有基础啊，只能靠这个约会啊。我也希望能和他结婚呀，但是我感觉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。但是没关系啊，这在越南其实认识女孩还是好认识的。虽然说像我30岁了，认识一些那个年轻的学生啊很难，但是认识一些30岁左右的人，30多岁左右的女孩还是非常容易的，相对来说比中国要容易一点。比这边的人啊，越南女的我发现普遍都很瘦，没有大胖子，长得都差不多啊，身材也非常好。越南女孩身材非常好，她不像中国啊，有身材好的，有身材差的。这边的女孩大多都是那种苗条型的，身材都差不多，长得就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似的，都长得差不多啊。视频最后我就把我和女朋友一起看电影拍的放在后面。和越南女朋友一起看电影什么体验？ Hello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越南的北宁，这是一个电影院。大家看，我以前拍过这个电影院，在越南电影院很少的。今天周日来看一个电影，大家看这什么电影？我也不知道什么电影。5点钟的电影，现在坐在这里等啊。看买了什么啊？他买了什么？这好像是爆米花，蜂蜜爆米花，这是韩国牌爆米花，矿泉水。这还买一个苹果啊，小苹果啊，买一个牛奶。电影院里 happy 一下。然后女朋友在学习中文，
他在学习中文，阿喔俄。波波莫夫，阿喔俄，波波莫夫。他学得很认真啊。他学得越认真，越证明他想和我一起回中国。看这边很多韩国人啊，很多韩国人。那韩国人都有越南女朋友啊，不光是中国人来这边找女朋友，韩国人也大把的。这一看就是韩国人，因为韩国人能看出来啊，韩国人能看出来的。虽然说不是能说100%正确吧，但是一打眼一看，基本上都是韩国的，从穿束啊、言行啊、还打扮啊，基本上能看出来，8、9不离10吧。那两个也是啊，纹身纹的特别多啊，看这个纹身纹的这么多，一般中国人不会纹身这么多的啊。那他女朋友身材多好啊，旁边他女朋友啊身材特别好。看这韩国的。他说他以前没来过这个电影院，也没有看过电影，看来他不是一个浪漫的人，我都经常看。越南人很少看电影啊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电影院这个票价太贵了啊。大家看，224万，蛮贵的哦。这是2张票，70块钱，这对中国来说不算贵，但是对越南来说还算蛮贵的啊。所以说，越南人来看电影的相对就少啊，一般都是。你看，要么韩国人领着，要么中国人领着，还有就是一些学生啊，一些学生比较浪漫嘛，喜欢看电影啊。过进去吧，进去吗？进去。走。这怎么没有检票的呀？是不是走错了呀？没有检票的这边。没来过电影院，刚才我们找了那个服务员问一下。现在我们在电影院了，还没有开场。看一下，没什么人呀，就几个韩国人。看的韩国电影，不知道是什么片啊，韩国电影。刺激的韩国电影啊！还有人想让我给他介绍老婆啊，很多人私信让我给他介绍老婆，其实我没法介绍啊，因为我来越南也没多久啊，才来2个月。我的女朋友她认识的女孩也都很多不是单身的啊，都是一些场妹啊，不好介绍的。如果介绍的话，也需要我和我女朋友非常熟悉了，或者是结婚了之后看看他村里有没有啊，然后可以介绍。像现在刚认识就介绍，怎么可能啊，是吧？我都没有弄熟，怎么可能给你们介绍，是吧？太难了，不容易啊！现在介绍的女孩不靠谱啊，即使给你介绍，那个分手的可能性也非常大，因为人家也要相处，也要那个看一看你的长相，各方面都要考察得到啊。所以说介绍女孩。不是那么容易啊！如果大家想找介绍的话，那你除非有很多钱，用钱砸，有个10万20万的话，可以，那你就让人介绍，失败了你也不要后悔。反正这个介绍的话有风险，大家尽量不要介绍，自己来找就行了。自己瞎猫碰死耗子再找嘛，像我一样，就是瞎猫碰死耗子的好处啊，就是那个。他不容易被骗，花不了多少钱，花的钱也就是生活费啊，还有就是请客吃饭的费用啊，可能半年都没有花个几万块钱，花的非常少。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自己过来找，即使失败了也没事啊，反正都花在自己身上了，也不会心痛。要是你要找没人介绍的话，你要花在没人身上，没给你介绍成功，你到时候都生气，气得半死。
气坏身体对身体不好。